纽约的拂晓时分，万迫军与他的手下将阿曼拉莫维奇、安东尼奥以及一众扎诺家族麾下帮派的老大带离唐人街，前往港口。剩下的那些二把手则全部原地转正。强仔还有些恍惚，虽然亲眼见着叶晨一夜之间端掉了整个扎诺家族，但他依旧有种不太现实的虚幻感。叶晨见大幕落下，强仔反倒有些茫然，便开口问他：强仔，你现在什么感觉？强仔回过神来，挠头道：叶先生，我感觉有点不敢置信。叶晨笑道：那你要尽快适应一下，因为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要尽快将华帮重新组建起来。扎诺家族虽然是纽约最大的黑手党，但并不是唯一的一个，未来你的挑战还会非常多。既然你自己选了这条路，那就要想办法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。强仔重重点了点头，恭敬地说道：叶先生，以后华帮会想办法自食其力，那些帮派上缴的利润，我会按月如数呈交给您。叶晨摆摆手，他们的钱大都是欺压普通人得来的，我在欺压他们，把这些钱拿到我手里，那我跟他们本质上也没什么区别。说着，叶晨笑道：钟叔拿你当半个儿子，我与你也算有相识之缘。你既然选了要走这条路，那这笔钱你就安安稳稳地拿着。若你有雄心壮志，就用这笔钱让华帮发展壮大，再为自己提前铺好路。那样的话，岁数到了，你就能摇身一变成为知名企业家，或者干脆去竞选议员。若你没有雄心壮志，多攒些钱在手里，这辈子也就衣食无忧了。强仔坚定不移地说道：叶先生放心，我既然选了这条路，就一定会全力以赴地走下去。叶晨点点头，又道：不过强仔你记住，扎诺家族麾下的这些帮派虽然不敢对你怎么样，但不代表你在纽约、在美国就没有其他的对手，而我只帮你这一次。若是哪天纽约冒出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要取你的命，你也只能靠你自己去击败对方。听明白了吗？强仔郑重其事地说道：叶先生放心，我明白。叶晨又看向之前的华帮老大倪大伟，开口道：倪先生。倪大伟身体一颤，毕恭毕敬地说道：叶先生您有什么吩咐？叶晨道：你是华人，是华帮成员，又混迹唐人街，在这里你代表的就是所有在唐人街讨生活的华人，所以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这么怂了。事实已经证明，在你们这个行业里，怂是不能保平安的。你越是怂，想骑在你脖子上拉屎的人就越多。倪大伟羞愧难当，低着头道：叶先生说的是，从今往后，我一定会全力配合强哥，一定不会再给华人丢脸。叶晨点点头，非常严肃地说道：我小时候也听说过华帮在海外发展的故事，那个时候华帮成员敢打敢拼，在加拿大、在美国甚至在欧洲都打拼出了不小的基业。可我没想到进入21世纪了，各地华帮竟然迅速衰退，很多已经销声匿迹，剩下的也只能蜷缩在各个华人街里苟活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倪大伟尴尬地说道：这些年来，欧美对帮派的打击也确实越来越强，而且在海外的同胞团结程度确实比韩国人、越南人差上一些，所以整体也确实难了许多。叶晨摆摆手，严肃地说道：你说的都只是借口罢了，在我看来，海外华帮之所以迅速衰落，就是因为血性没了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：上世纪的华帮成员不少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，下了战场离开军队，有些人想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便远渡重洋来这里讨生活。那个时候来欧美，
是坐着舢板九死一生才来的，所以他们死都不怕，更不怕美国人，不怕在美国的意大利人、墨西哥人以及阿尔及利亚人。在他们眼里，黑手党算个屁，墨西哥毒枭又是个什么东西？当他们九死一生站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，他们的人生就只有8个字：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。说到这里，叶晨指着倪大伟，继续道：再看看你们这些所谓的2代、3代华人，你们早就没了父辈的血性，你们很多人甚至是在美国出生，不用远渡重洋就拿了美国护照，然后喝着牛奶可乐，吃着汉堡麦片长大。就算你们是狼的种，也早就把自己活成哈士奇了。且不说让你们拥有你们父辈的血性，现在让你们做父辈当年来时的舢板，再走一次他们的路线，你怕是还没上船腿就已经软了。倪大伟的头埋得更深，他知道叶晨说的就是实情。想当年，他的父亲就是参加过西南轮战的，他的老上级先他一步来了北美，赚了些钱便邀请他一起来美国捞金。也是那个时候，他们这些带着满身枪孔弹痕的中年人，在唐人街组建了华帮，在美国和加拿大闯出了一片天地。那个年代，北美就像一块海绵，疯狂吸收着全世界的移民与非法移民，各种足以成立的帮派如雨后春笋一般。仅纽约一个城市，就有大大小小不下1000个帮派，放眼全美，帮派要数以万计。但是那个年代的华帮初来乍到，却能从这上万个帮派中杀出一条血路，靠的就是骨子里的血性。只是到了倪大伟他们这一代人，血性几乎消失不见，于是华帮便在各种帮派斗争中不断败北，不断后撤，不断龟缩。原本还天真的以为至少还有唐人街这个大本营，可谁又能想到敌人的强势早已摧枯拉朽，几次冒险的试探就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。此刻的倪大伟心中已是羞愧万分，回想父亲还活着的时候，从未向任何人低过头，可到了自己身上，自己虽然继承了他留下的产业，可这产业在自己手里却很快便被造得一干二净。想到这里，他红着眼对叶晨说道：叶先生，我倪大伟向您发誓，一定会把华帮的血性找回来。叶晨微微点头，站起身来，伸了个懒腰，开口道：该说的都说了，我也就不在这里多耽搁了，以后你们要好自为之，将来遇到麻烦也只能靠你们自己了。两人都纷纷点头。叶晨又继续开口道：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虽然帮派在美国稀松平常，但你们还是要用江湖道义来约束自己，永远去跟强者抢饭吃，不要欺凌弱小，欺行霸市，更不要伤天害理。如果有朝一日你们2个也如那帮人一样恶贯满盈，我会再来美国，来亲手了解你们。